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美国拜登政府又要向台湾地区出售军火了。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8月4号称，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出售40门 M109A6自行火炮项目，还包括20辆 M992A2系列的野战火炮弹药补给车，一套先进的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总金额高达7.5亿美元。这是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首度宣布对台军售。为什么不是飞机、军舰，而是40门自行榴弹炮呢？从武器系统的定位上来讲，这大致是一种类似于防御性的武器。虽然火炮可以进攻，但是这样的自行火炮射程有限，只能用于岸边防御。他通过这样的军售呢，可能是想避免引发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弹。但是不管这么讲，我们是一直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第二呢，也是美国政府的另外一个目的，开始落实把台湾变成豪猪的战略。那么所谓豪猪，就是身上带有很多刺儿，你很难对它进行下手。那么让台湾地区变成浑身都是刺的这么一个猪，让中国大陆在武力解放台湾的时候呢，会变得比较困难。为什么说这次美国向台湾地区当局出售 M109A6是豪猪战略的产物呢？一是这种火炮可以分散部署，不必呢排成一排集中在一块儿，企图呢通过这种分散部署的方式来对抗解放军登陆作战的节奏和连贯性。再者呢，这种火炮可以隐蔽部署，平时呢很难被侦察手段所发现，因此台湾地区与其花大价钱购买先进战斗机、中远程防空导弹、军舰这些武器系统呢，由于他们的阵地、机场、港口是固定的，因此生存能力不高。那么在人民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下，往往会很快就失去作用。而这样的机动性比较好的自行火炮系统呢，由于它分散部署，并且是吧便于隐蔽，很难发现，那么有可能在隐蔽分散部署的时候，对我们的登陆部队发动相应的反击。但是这样的战法和手段真的管用吗？其实自行火炮它本身的目标是比较大的，你不管怎么隐蔽，都容易被一些侦察平台，比如说无人机，是吧，发现和跟踪，这是其一。第二呢，你分散部署也是有一个限制的，你不可能是吧，把这40多门火炮整个台湾地区都部署，这样的话起不到它所谓的是吧，对我们登陆部队发动反击的这么一个作用。它实际上还得相对集中，因为它的射程也就是几十公里，你分得太开就起不到作用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我们的巡飞弹、无人机发现，攻击的概率就大幅度的提升了。可以这么讲吧，无论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什么样的先进武器装备，用它们来武力聚统，都是根本达不到目的的。因此我们在严厉反对美国政府向台湾地区出售军火的同时，我们要警告台湾地区当局的领导人，不要在台独路上继续往下走，一旦踩了红线，下场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靠着区区几十门火炮，要想阻挡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武力统一台湾的步伐，是根本办不到的。只有回到和平统一的正确道上来，才是台湾人民的福祉。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